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脱发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现象，尤其是对于不少年轻人来说，脱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治脱发呢？今天木子就教大家几招。第一个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，像是含铁的蛋类、含植物蛋白的蛋类、带鱼、虾。含碱性的蔬菜水果、含碘的海带、牡蛎等等，这些食物都有防止脱发的作用。第二个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适当运动，保证睡眠，这样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从而对于毛发的代谢都有促进的作用。第三个是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像是抑郁、焦虑这样的负面情绪都会导致脱发的出现，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好心态，这样才能有利于防止脱发。只要你能做到以上这3点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脱发的发生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肝脏受损了，身体会有一处臭两处红。肝脏健康是很多人都关注的，但是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，没有痛觉神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通过身上的一些变化来了解肝脏的健康。肝脏受损时，身体呢会有一处臭两处红，别忽视了。第一，口臭。口臭是一件令人很尴尬的事情，口臭的原因也很多，比如口腔疾病、肠胃问题、牙结石等。但如果刷牙还不能够去除口臭问题，除了考虑是肠胃问题，还要小心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第二，眼睛发红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熬夜或者是晚上没睡好觉的时候，眼睛会出现红血丝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当生气发怒、肝火旺盛时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，所以当肝脏不好时，就会从眼睛表现出来。那眼睛发红就是肝脏不好的一种表现。第三，手掌发红。平时呢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手掌大小余迹处，如果出现发红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了。这可能是肝长，也表明肝脏功能受损了，需要及时调理。那上面这3个变化，如果你一个都没有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，偷着乐吧。若是出现一个，最好及时检查，早发现早调理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月经是女性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，每个月都会来。正常月经周期应该是25到30天，每次来月经会持续2到8天。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所以来月经的天数也不一样。有的人2、3天就干净了，而有的人1周才干净。那这2种情况哪种更健康呢？其实这2种情况都是比较正常的表现。如果你的月经很正常，每次时间间隔一样，持续时间也一样，月经量也一样的话，说明身体还挺健康的。但如果你之前月经很有规律，突然月经出现提前或者延后，经期持续时间过长或者过短，月经量也不正常了，那就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最好及时检查，好做调理，不然对子宫和卵巢的健康不利。月经是女性健康的晴雨表，所以女性朋友要注意自己月经发生的变化，不要当做小问题。如果拖时间长了，可能会发展成大问题。平时要多注意保暖，少吃寒凉食物，坚持运动，不熬夜，这样也有利于身体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早上跑步的最佳时间是几点？晨跑时要注意这3点。跑步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尤其是晨跑。很多人呢喜欢早上5点钟起床去跑步，那这样真的好吗？早上跑步的最佳时间是几点呢？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早上5点就起来去跑步的，因为这时天还没有完全亮，很容易出现事故，而且呢这个时间的空气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7点到10点左右进行晨跑。而且想要健康的晨跑，还要注意3点，要不然就白跑了。第一点，跑步前做好热身。跑步前热身可以避免身体受伤，建议大家可以先在原地慢跑几分钟，或者做高抬腿的动作，做完之后再进行跑步。
第二点，跑步时间要适当。虽然跑步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也要适量。如果跑步过量，会对膝盖或者是其他关节造成伤害，所以建议大家每次跑30到40分钟，一周跑3次是最好的。第三点，跑步时不要空腹。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不吃东西就去跑步，其实呢不建议大家空腹跑步，因为这样很容易低血糖，所以跑步之前最好适当的吃一些东西，这样有助健康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内容，我是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：早上起床后若有3种表现，可能是脾虚了，别不当回事儿。表现1：大便溏稀。大家早上起床排便时，可以观察一下，若出现大便溏稀的情况，说明体内水湿不平衡，就可能是脾虚了。如果还伴有腹胀的情况，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调理。表现2：脸色暗黄。脾虚还会对个人的脸色造成影响。如果早上起床后出现脸色暗黄，没有一点气色，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进行调理了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恢复好的气色。表现3：浑身乏力，食欲不佳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，早上起床后应该是充满活力、精神满满的。但如果出现浑身乏力、食欲不佳等情况，也可能是脾胃虚了。当出现脾胃虚的情况时，大家需要及时的进行调理和预防。平时注意不要熬夜、多运动，还有饮食也要特别的注意，少吃生冷的食物，这样对脾胃健康才是有利的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阳气不足，那阳气不足会使免疫力降低，影响健康。那生活中有2件损阳的事儿，大家尽量少做。第一，久坐不动。长时间坐着不动会影响血液循环，使阳气损耗，所以呢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第二个，熬夜。如果总熬夜会影响阳气的收敛，如果阳气得不到补充，那么人就会出现阳气不足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保持体内阳气充沛呢？不妨在秋冬常做2件事：多泡脚。泡脚呢，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刺激脚底的涌泉穴。那涌泉穴有提升身体阳气的作用。多晒太阳。在太阳充足的时候，大家多晒一晒后背，也能够帮助补充阳气。大家呢可以经常做一做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：这2种食物不要再吃了，含有很高的甲醛，赶紧告诉家里人。第一种，娃娃菜。娃娃菜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材，很多人都喜欢吃，尤其是在涮火锅的时候。娃娃菜虽然好吃，但是它的保鲜时间非常短，所以很多商家为了增加保质期和它的新鲜度，往往会喷洒一些甲醛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之后再吃。但是呢，被甲醛喷洒过的娃娃菜，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。第二种，粉条。粉条也是家里做菜经常会用到的。那生活中我们吃到的白色粉条，很多商家为了让它看起来更有光泽和增加保质期，也会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甲醛。如果大家吃到了不合格的粉条，很可能会摄入过多甲醛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大家尽量少吃。甲醛的危害非常大，所以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，尽量少吃上面这2种食物，可以多吃一些符合时令的食物，这样才能让身体远离伤害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还知道哪些食物里含有甲醛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